今天是我来望仙谷的第3天了，今天来的比较早啊，早上9点钟就到了，没想到它还没开始营业，门还是关着的。这个望仙谷前面的广场啊，大概有200-300人吧，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的旅游团。是最早一批进到这个景区的游客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景区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。咱们走到悬崖边上的房子看一下。望仙民宿村啊，前面几公里，哇，浑然天成的一块巨石啊！上面叫白鹤崖跟玻璃栈道啊。昨天太晚了，我没去看，今天补上。白鹤崖玻璃栈道。这么一个带着亭子的走廊啊，让游客可以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呢，也能够畅通无阻的爬到白鹤崖上欣赏啊。感觉进入深宅大院的感觉。工人在打扫。那里有一个落差达约100米的一个瀑布啊。
一路上能听到滔滔的水流声啊。那里有一座悬空的吊桥，上面写着望仙谷。这是一个很狭长的，但是又很陡峭的山谷。真的是悬崖边上立的一个栈道啊！它是依着这么一个壁崖修了一个木屋啊。住宿区域游客免入啊，这里就是景区的一些高端的悬崖木屋酒店啊。像上面的那个悬崖边上的房子啊，价格1000到1万不等啊。我是感觉我不敢住的，如果不花钱，你愿意住吗？你敢住吗？汤吧还没营业。哦，这个是一座桥还是一条管道呀？望仙谷。哦，这些木屋子应该有10来年了，因为望仙谷的话，建成已经10来年了，所以这些木的纹理还有点古朴的感觉啊。白鹤崖。在古代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在崖壁这么要走的话，必须要会飞檐走壁啊。而今天呢，人们可以在这种悬崖边上自由轻松的漫步啊，很奇妙。在这个崖壁上，人们就地取材，雕刻出很多惟妙惟肖的一些图案啊。这是老鹰嘛？这是兔子吗？这是狮子，这是山羊。哇，这些雕刻的都好逼真啊，就是很细腻，让人感觉看着就是栩栩如生的感觉啊。而且它的这个细节的话，都处理的很微妙。哇，这一面墙真的太漂亮了，这些人怎么做到的？这是凤凰吗？你看它里面还有镂空的一个地方的，哇塞，太牛了！这是一条龙。这个景区呢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可能1.5公里这样子，但是有一种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的感觉，在里面就是很多东西一应俱全啊。这是前面就是酒店的一些高住宿区域，游客免入。
它镶嵌在这个山崖里面了，这些房子啊。上面就是酒店自己的悬崖木屋了，感觉不要钱我都不太敢住啊。看它是通过2根，那个是混凝土的一个柱子还是铁柱啊，然后插入到这个崖壁里面作为支撑。我挺好奇这个崖壁上的房子里面什么样的，我决定用无人机看一下。这就是白鹤崖上面的一个楼层啊。门禁已锁，请勿强推。那边在建房子啊，很快，对面的山坡上呢又是一排的房子。你看，2个小女生拖着行李箱啊，她们从酒店的那个景区的酒店里面坐那个透明电梯下来的。听说有几百间这个房间的。这个就是昭鹤楼啊。踩在木头阶梯上啊，很久远的感觉。
这应该就是整个望仙谷最高的地方了吧？亭台楼榭，小桥流水，一副古典的江南水镇的感觉，或者说像一个真实版的游戏场景，仙侠世界。那边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啊，我看到戴着黄帽的一个工人都有几十名，塔吊、铲车。前面是悬崖民宿的游客服务中心啊，咱们去了解一下，它一间民宿一晚上多少钱？它分为民宿跟仙宿两种。民宿中心早餐厅。自助餐厅，白鹤餐厅，早餐时间7点半到9点半。哦，已经过了早餐用餐时间了。自助早餐成人价98元一位，儿童价58元一位。就是白鹤崖下的民宿了哈，这边是民宿服务中心啊，为人民住宿服务。你好，请问还有房间吗？悬崖民宿价目表，它分平日价跟周末价。像雅鼎高级大床房，平日价3299，周末价3599，周末价比平日价高300块钱。雅鼎复式大床房5999，周末价6299。像望仙谷的一个住宿分为仙宿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悬崖民宿啊，悬崖民宿的价格会高一点。比如说仙宿清月大床房、双床房，平日价799，周末价859，节日价999，节日旺季价1199啊。
无论是仙宿还是悬崖民宿啊，它的一个酒店住宿价格都包含2张门票价以及2张自助早餐券啊。反正那些在悬崖边上的肯定是悬崖民宿的，而在这些不是边上的，可能属于仙宿也可能。你像悬崖民宿，它装了一个电梯啊。看一下这个房间啊，进来是一个客厅，有电视机、椅子，还有一些绿植啊，一个白色的围布，休息的地方，沙发，然后办公桌。它是一个阁楼式的哈，然后它是木阶梯的。这就是卧室啊，有电视机。这个窗外是一个上下一排房子，这里放一些杂物吧。这是卫生间，它这个客房还没有修好啊，它还在建设中，还在施工中啊，还没真正交付呢。这里是民宿服务中心啊，一个这种民国时代的。这下面停车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房，这些是已经交付了的客房。进来是一个洗漱台啊，一面大镜子，标间，里面空调还凉快着。这个我感觉应该是700-800块钱那种吧。因为整个望仙谷带动了上饶这个地方的旅游业，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。你看啊，整个上饶的话呢，大部分来这里旅游就3个点，一个是婺源黄岭，还有一个是望仙谷，还有一个是三清山。这个景区我昨天已经逛了大半天了，还没有逛完，所以今天又逛。好像每个角落哈，每个角度呢，它都是挺精致的哈，就很古典的，像一幅画一样的一个。所以它不是很单调的那个一个景点就完事儿，它是有很多的层次给你去体验。熊可就要贴这个地方，看下面还有微笑。
践行两山理论，让山沟变福地。望仙谷真的让江西的这个山村吧，变成了一个游人如织的一个很兴旺的一个地方。乡村振兴，人才振兴，创新业态，产业融合，复原乡村，文旅先导。矿山时期，过去主要是靠这些石材的开采啊，现在就不依赖这种产业了，以文旅先导。表演没有正常演出，因为下雨了。茶吧。玉玉饺是江西哪里的特色小吃啊？江西上饶的特色，上饶玉山的。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的特点就是红酥还有芋头做出来的饺子皮，口感很 Q 弹滑嫩，吃起有嚼劲。这个外面那个面粉皮吃不到这种味道。哦，吃起来有 Q 弹有弹性。里面是猪肉馅一样的，
就是外面的皮不一样。里面猪肉跟葱花。葱花加了点红萝卜，好像全部荤的他不太喜欢，还加了点素的下去。这是光煮了饺子的水，煮好了开。这是农家的芋头，农家红薯粉。芋头跟红薯做了一个饺子皮哈。红薯粉和芋头两样做。它既然有红薯粉在里面，为什么不叫芋头红薯饺子，它只叫芋头饺子？因为我们这里就叫习惯了，好像这一开始祖宗下来就这种叫法，就叫芋饺。啊，芋饺。从小就我妈妈就会做这种饺子，我们老家这种也很待客的，家里摆酒啊，做什么喜事啊，都是少不了这道菜的。那山珍海味人家都不愿意吃，等一会儿这个饺子上来，他会退桌。份饺子煮出来的水就是这样的，红色的，煮的是白白的，那是掺了假的。因为我们红薯是红皮的，洗出来的淀粉，它的这有点红的。10个。对，10个一份。然后呢，这个还挺好看的，外面的风景啊。这个是好吃的，就是软软糯糯的，而且有点弹性的感觉哈，咬到嘴里口感的话就很柔和的口感。妈妈就上班了啊。这里面嘛，这里面。啊，我说你还啥人？盐山县的。对。这个是面粉是吗？大米啊。大米。灯盏果，就是主要还是形状有点像以前的那个照明用的那个灯盏。可以看到它的原材料有大米、艾叶、猪肉、香菇、笋、萝卜、豆芽。这个是盐山老建筑啊，街头巷尾的。河口古镇盐山。左边的是菜籽油，大叔呢，他有时候做久了手会脏，涂一点菜籽油可以起润滑的作用。加一点葱花。加点辣椒面吧。对。可以加一点。加直接淋上去吗？没有，我们特别给。好。江西上有盐山特色，叫灯盏果。它下面这一层白色的呢，就有点像那个糯米饼啊，就软软糯糯的，口感很润滑。你看它里面是有艾叶、猪肉、香菇、笋、萝卜、豆芽，有8个，15块钱。看一下。这个馅料很容易掉出来，最后一个
吃完这个就前往下一站了。下一站，江西最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——三清山。挺好的。不要站，到这里。可以放。贵府糕终于等到9.9一盒了。